那选吧。庞征先来。黄征第一个，屏幕上写下你的名字就好了。我把那个笔调出来。庞征感觉要冲上去了。来吧。庞征会选庞征选谁？张春老师吧？张春。但他们年轻，他们会不会害怕？我感觉他应该选孟雨桐。你看，果然，哦，张春，果然张春，你看，果然。张春这种就是天然是个表达者的嘉宾，对吧？就是你起评分很高啊。对，反正及格分肯定是能拿到，但这也很难深入，对，很难抽筋大梁。哦，这难度大了，这鲁豫老师可熟。对，鲁豫老师刚刚猜过。鲁豫老师肯定要求比较严格。那是啊。但张春是个好的嘉宾，是个非常好的嘉宾。雨佳应该 fly。雨佳打游戏吗？不打游戏的人很难选 fly 吧？我觉得男生会选 fly 吧。哇，他俩都不假思索啊。早就看好了。者来女，他选了者来女。者来女应该也能问出点东西来。当然了。对。第三是谁？林蔚是吧？我觉得玉林的想都不用想。我想的哪个也不归我，对吧？跟上一次的似曾相识的情景。你上次是第9还是第8？最后一个啊，第9。没想到第4还是没得选。已经到半山腰了，还是没得选。我想采访白须须。啊？是因为人帅吗？帅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太神奇了。就是他那个人生选择。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对，他一个人活了好几辈子。子琪想到哪儿了？会选谁？选你。行，你确定啊？子琪最想才艺老师。你一会儿就要问我几个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临时来一小趴。来一小趴啊！好期待，我比期待那个更期待。我是被人杀伤害不。好，要犹豫一下了。他应该孟雨桐吧？哇，孟雨桐。我已经猜到。我也猜到。主要是我真的不打王者荣耀。女孩子对于电竞选手还是觉得距离有点远。挺好的。面临奇妙的缘分，对吧？选择是比执行更难的一件事情。我好像已经知道我自己会是哪个了。Fly， 我告诉 Fly 你是最后被选的，你黄金第5名。因为王玉和张诗雯是并列第5的分数，是吧？对。所以你俩得石头剪刀布决出一个正式的第5名。石头剪刀布，哇哦，那我就先选吧。王玉选谁？哎呀，选谁呢？庞征，王玉选谁？张春。选庞征。这个搭档，这个组合，王玉搭庞征。我想选的搭档就是王玉。我觉得他们第2组选的应该是选的搭档，而不是选的被采访者。有可能，对。综合考量了，搭档更重要。因为他们是2个人，只要有1个人去采访就可以了，另外1个人打辅助。
你猜世文会选谁？孟雨桐。他选谁还挺难判断的。会不会选雨佳？他跟雨佳又熟悉，我觉得可能会选雨佳了。默契，但是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哦。对，还是要考虑到搭档的一个问题。好，要犹豫一下了。想不想猜一下？好紧张，把我都搞紧张了。很难猜，他还挺有互动性。想猜一下。想不猜。他会选林蔚。哦，他选了谁？哦，选了雪兰莺。哎呀，雨佳开心了。哦，他俩终于搭档了。你俩是不是已经搭档过一次了？没有，我俩从来没搭档过。没有，他俩没选了好几次，终于搭上了。所以班长又见面了，学委又见面了。班长，哎呀，一个班长，一个学委。是。伯仲之间这是。那我很好奇，诗文跟雨佳他们到底谁上呢？这我这不好说了，这个不好说。接下来是谁？接下来朗子是吧？又是经典的2选1。哦，上次你也是2选1对吧？回去上面。哦，孟雨桐。好，你猜的好准。哎，大家都不太选 Fly。不懂，主要是不熟，对啊。子泰嘴角都压不住。但我觉得这个应该适合他。你看我跟你讲，那子泰肯定喜欢弗莱。哦，这子泰看来是胜券在握的感觉。子泰玩吗？玩。那他太合适了。要不你帮我写上。你要写下你自己的大名。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安排，哎，是吧？对。都已经开始耍帅了，写名。怎么写？先写泰再写子的。明天回去得开始着手做功课，然后讨论。每个小组要在明天，交给各位老师以你们的采访提纲。明天。这个提纲呢，会交给各个嘉宾去看一下，他们可能会有个准备。因为不是每个嘉宾都可能特别能言善道，他也需要大概梳理一下我要讲什么，我给你讲哪些故事，准备哪些观点，所以他也需要有所准备。准备的时候就那么点时间，从现在开始到后天录制的时间已经有了。在此之前，你们双方怎么样分工？你去看什么，我去听什么，怎么样共同完成那个文案？关键是最后要选择谁在那一天代表你们2个人去完成那一次采访，这只有你们自己来决定。哎呦，好难呐！那个分配其实还是挺容易纠结的。哎呀，来吧！刚才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讨论了4位：张春、者来女、孟雨桐，还有 Fly。4位被访者，我们心中最想访谁？我很好奇，全林老师和易老师的选择。觉得你一样的吗？我就加1。同时亮，来，3、2、1，亮题板。啊？为什么雨桐？哇！哎呀妈呀！你们俩都是 Fly。志胜，你是不想让我们看到是吗？你写能再小一点吗？张春老师，那者来女老师，哲老师轮空了。我们先聊聊你们仨为啥会同时选择孟雨桐吧。不，我先聊聊你。
对，那就从这边开始吧。我之所以想采访张春老师，其实是我对心理学家都会有一种好奇。他看着他自己的生活，他还会不会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困扰？他出现了我们常有的那种问题和困扰之后，他是怎么去用心理学知识，或者是他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东西去解决？你其实想知道他们是医者能自医吗？是吧？一是医者能自医嘛，二是这个东西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负担和负累？我更好奇智胜为什么对心理学这么感兴趣。因为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这是真的。想医者自医。对，你感受过心理学对你的帮助，所以说你就会不断的去了解心理学，然后不断的去填补你自己心理上的那些缝缝补补的是吧？对，缝缝补补的。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免费上心理咨询课，这是核心原因。我也觉得是，起码能打个折是吧？对。你是想被张春老师采访？想被张春老师治疗？问一问，打一打。我的采访标题就是跟张春老师聊了4个小时，被治愈了。括弧还是免费的。而2位是 Fly。因为就是我对于这4位嘉宾，其实更加有一点共同了解的，可能就 Fly 会多一点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跟着电竞一起从这个被大家不太看好的娱乐的模式，然后慢慢走向正规，走向比赛，走向国际的这个比赛舞台。给青少年去树立一个，他们会用一些打游戏来逃避自己的一个角度，可以更好的去从他口中去向更多的青少年去表达，成为一名职业选手有多难，然后你需要做的是什么。那你要逃的时候逃去哪？我要逃去打台球去了。这是斯诺克职业选手。俊霖 Fly 我就完全是在我们意料之中了，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是因为最开始我们代言王者的时候，第一次去打表演赛，我跟 Fly 就有做过队友。我认为 Fly 还是有挺多的故事值得去挖掘。然后他算是很早一批打王者荣耀职业的那批电竞人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训练什么的，据我了解，就是工资什么的都并不高，就是生活上面是。非常困难，就是那个时候去打职业打电竞，然后呢，他是怎么样下了决心去做，然后又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他现在被叫做是 KPL 最高的山，就是他获得了很多的冠军，然后他现在应该是有3款自己的 FMVP 皮肤，一出场大家就膜拜的那个状态。对，其实算是一个选手最高的荣誉了。哇！然后他有3个，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已经有这么多的荣誉，他为什么现在还会再继续打下去？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去询问的。太陌生了这个行业。哎，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你说以前游戏这个东西，家长们会觉得说，谁家孩子打游戏，怎么不正常上学，不正经上学，耽误时间？他的父母会怎么看他？它是2个概念，就你在普通人里面打到第一，可能你去了职业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要练。是的，玩游戏跟做职业电竞选手完全2个世界的事。其实我认为职业是需要很高的天赋的，就是他要记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就是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你需要记很多的那种时间节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细节，然后每个英雄的技能，包括他们能夸张到什么程度，一直在集中精力操作的同时，他们会记对方的一些技能还有多少秒会好。他能准确的告诉你，比如说3分42秒，他的闪现好了，我们趁他还没好之前的5秒钟，我们开一波团，先把他抓死，就可以算出来是吗？他们一直在算，比如说对面有什么野怪什么要刷新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他们会提前，比如说半分钟就开始做部署，然后5个人怎么分工协调，这种是一般人完全做不到的。就我们可能在顾操作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别人一边顾操作一边顾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非常需要天赋。是我对这个完全不了解，你刚才说完之后的话，我竟然有兴趣采访他。哦，而且现在王者荣耀也是亚运会项目嘛，他们也是在为国争光。然后像前面也是有那个沙特的电竞世界杯。他们最早的时候是表演赛，然后也会升5星红旗，总冠军也会站在台上会带金牌。其实那一刻民族自豪感还是会爆棚的。对，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电竞选手和一般打游戏是2个世界，那我就在第3世界。我们都在第3世界。我们之前我们学校里面有大一的同学疯狂迷恋，而且玩的也很好，说国服什么前200，就是他自己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非常厉害。然后父母就觉得到底行不行，非常简单，让他到上海试训2周，回来就戒了。太累了，深深受伤了，太累了，就是连那个入门的那个训练，手速训练，对，手速也最基本的操作，然后来一下你有没有天赋一目了然，就那个门槛是非常鲜明的，而且每天训练10几个小时。你觉得爱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你生活之外的一个选项，当他成为你的主轴还能爱他，我才是真爱。那剑击选手是真爱，真天赋加真勤奋，确实不容易。然后我们3位全是孟雨桐，陈明你先说。我的理由显然是为2位老师做幕后的。我们就不能来个3采访吗？我们可以搞个圆桌，3个人采访1个人。哎呦我天，这1个人，那孟雨桐应该经不住你们3个的轮番轰炸。我们不轰炸，我们是更丰富的呈现它。你们3位如果一起踩，那叫审讯。你们3位一起踩，犯多大错啊！哎，但是我选孟雨桐只是因为他跟董明珠老师在互动中的很多的内容是我们课堂上的一个小教材哦，它是我们的一个小片段。哎，这个点很有意思。因为我在高校里工作，它跟我们很多大学生所面临的困惑和诱惑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现在传媒行业里，其实很多人有自媒体啊，然后账号运营的这种想法，甚至他所遇到的那些机会，那种一夜之间的机会和他之后的选择，其实正好切中了我身边的真实困惑，所以我想也了解的更多一点。那2位老师为什么不约而同加1了？就您先说，你来。我刀光剑影啊，您先说，您来。我因为对我来说，孟雨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故事质量极高。就这个故事背后有争议和矛盾冲突，它就天然是好故事，因为它和董明珠老师的故事非常充分地显示了2代人对成功和成功路径的不同看法。就什么是成功？怎样才能够走向成功？可能董老师认为说，你在一个企业就得实习生一步一步熬过来，但是今天这个世界除了熬，它的确在孟雨桐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机会。所以他进来其实就是带着光环的，有一些命运感的东西。对，当你带着这个光环进入一个大企业的时候，大企业的老板是否认为你还是基层的小员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他的不断的交错的选择，又使得这个故事有波澜，然后引来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体的故事，它是有公共话题度的，像你说的。对，是公共话题度的背后，代表着一群人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对成功的看法，所以它是有价值观的。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极其完整的好故事。哎呀，所以它太值得采访了。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孟雨桐是具有当下性的。对。我在南方周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报一个选题，这个选题为什么过？我们有3个要素，叫有种、有趣、有料。对，这是南方周刊2004年创刊时候，我们在一个就是创刊会上提出的。但是其中具有1个就 OK， 你这个选题就成立。如果3个都具备的话，那你中彩票了。你想想，我们看到的关于人物采访的东西，无论是电视上的还是文字上的话，有几个人能够达到有种、有趣、有料？这太难了。是孟雨桐的话，它是有趣，然后有料。有种这个是那是另一件事情了嘛？那个要求的是有另一种状态嘛？对于一个深度人物访谈的话，就是人性的幽微性。在他和董老板之间的这个公众层面的一个呈现上，发生了就是很多新闻，但这个新闻的话，就是孟雨桐的回应都是弱的，甚至没有回应。这中间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心理？当然他可能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但在我看来的话，他不具有强回应的那个状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语言没有回应，他的行为全都回应，因为他做出了选择。所以他才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中间，他的内心到底什么想法？他做过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因为他们已经几次了，这种分分合合，然后包括最近的一次在公众平台上直播卖货什么的，然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的新闻，大家也都知道。这中间，他没有委屈吗？他没有怨气吗？
他没有不解吗？类似于就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性的幽微的东西，就是在人性的那个夹缝里，我想要找到一颗，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有力的人性的种子，但是他把它深深的埋藏了起来。我一直想要看到这个东西，它不是阴暗。就是大家不要理解为是阴暗，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因为我们做深度人物访谈的话，我一直在说的是我们要呈现的就是人物的复杂性，而且特别是在公众层面的人物，就是关于，因为他们身上都有标签儿。那我们做深度人物采访的话，需要如果做的是公众人物的话，把这个标签儿一张张撕掉，或者是再往他身上贴更多的，呈现他更丰富的样子，就是那个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妈呀！哇！我已经不太想看他们2位采访了，我们现在把孟羽童请过来吧。我好想看。掌声有请孟羽童老师。没有，我鲜明地感受到我从小看新闻的时候的央视和南方在小和大上面的那个区别，就是全林老师背后天然带有一种时代关照，一种宏大叙事，可以从这个小切口里看到一代人的焦虑，2个不同代际之间成功观念的冲突，它天然就有那种宏大感。但是南方就是我小的时候，它天然就有幽微。它就是在大中见小，在人性的那个小缝隙里挖得很深很深的地方，然后再往上照见。哦天！然后鲁豫老师，我刚才也在想，鲁豫老师又天然带着凤凰的气质，对国际化，然后温暖人性的那种情感。所以其实我刚才说，这里汇聚了3位最棒的访谈老师，不是一种场面话，不是客套话。这真的背后，我能看到央视、南方和凤凰。果然又给我们贴了标签儿。不，这不是我个人，完全纯属我个人的狭隘的理解。这如果真的几位老师能够同时从各个角度来完成的话，这人物得多立体啊！这太棒了，我就感受内力在里面雄浑激荡。但我不知道这场上这几位现在压力大不大？我们已经把这个期待值调到这么高了，我看待会儿谁踩孟羽童。8位同学已经组成了4组搭档了，看看他们接下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表现。